你有冇聽過 Kimi？唔係呢個，係呢個先啱。繼 DeepSeek 之後，我哋偉大嘅祖國又出咗一個 Open Source 嘅大型語言模型，喺各個 benchmark 上都贏 DeepSeek，甚至直逼 Claude 4 Opus。想知呢個國產 LLM 有咩特別？佢喺呢個 Agentic 時代有咩優勢？大家好，歡迎收睇 Anitea， 我係 Anita。呢幾日 AI 界又有大新聞啦。Moonshot AI 剛剛就出咗佢哋嘅 Open Source 嘅 LLM Kimi K2， 除咗有1T parameters 之外，佢仲係第一個達到 Zero Training Instability 嘅超大型模型，勁到甚至連 Perplexity 嘅 CEO 都話要用佢嚟做 post training。佢有幾勁？喺呢個 Agentic 時代，佢有咩優勢？點解呢個 Training Loss Graph 會令 developer 咁興奮？我哋而家即刻開始。首先講下咩係 Kimi K2 先。Kimi K2 係由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開發嘅一個超大型 Mixture of Experts LLM。暫時 Open Source 咗嘅版本有 Kimi K2 Base 同 Kimi K2 Instruct， 總參數達到1萬億，即係1T。但喺實際推理嘅時候，佢每次只會 activate 其中嘅320億，即係32B。呢點有咩咁特別？陣間會再講。睇埋其他數字先。佢係唔同嘅 benchmarking 都贏咗同樣係國產嘅 LLM DeepSeek， 甚至直逼 Claude 4 Opus。唔單止係 performance 有好嘅表現，佢仲要係 open source，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 run 同 fine tune 佢嘅 model。就算唔自己 run， 佢 API 嘅價錢都只係 Gemini 2.5 Flash 嘅 grade， 性價比可以話係冇得輸。Kimi K2 主打佢 Agentic Intelligence， 即係能夠執行工具、自主行動、寫代碼、編輯文件、執行 shell 命令等等。大家如果唔想自己 local run 同埋用 API， 亦都可以去 kimi.com 度免費試玩，唔使 VPN 㗎。不過都係嗰句啦，由於佢係網上平台，玩下傾下閒偈都可以嘅，千祈唔好俾任何有私隱嘅 data 俾佢啊。講到 Kimi K2， 我見有唔少 developer 或者 ML engineer， 包括我，都對呢個 graph 好有興趣。呢個係 Kimi K2 喺 training 過程入面 loss 嘅變化。喺 LLM training 入面，個 model 會用 data 嚟 train， 我哋會用 token 嚟代表 data 嘅量。training 嘅過程係不斷調整 parameters， 令個 loss 減少。咁 suppose 就係隨住時間同 token 嘅增加 ，model 嘅 loss 會變少啦。咁就為之 train 咗一個好 model 出嚟啦。咁好直觀，呢個係一條好正常嘅 curve 啊。有咩咁特別先？特別嘅地方係佢係一條好穩定向下嘅 curve， 代表呢個 model 嘅穩定性好高。咁唔穩定會點呢？簡單嚟講，好多 LLM 喺 training 過程入面會遇到各種不穩定性，導致個 loss 突然飆升，條 curve 就會變成咁樣，多咗好多我哋叫做 training spike 嘅尖尖，會嚴重影響 model 嘅訓練進度同埋最終性能，而出現 logit explosions。喺講咩係 logit explosions 之前，先講咗點解 Kimi K2 嘅穩定性會咁高先。原因係因為佢用咗 Muon Clip Optimizer。Kimi K2 之所以能夠喺 15.5T token 咁龐大嘅訓練規模下，仍然可以做到 Zero Training Spike 嘅穩定訓練，佢嘅關鍵技術就係採用咗一種叫做 Muon Clip 嘅新型 Optimizer。呢個 Muon Clip Optimizer 係 Moonshot AI 團隊開發嘅，建基於 Muon Optimizer 上，目的係為咗解決大規模 MOE 模型喺 training 中常見嘅 logit explosions 問題。咁咩係 logit explosions 呢？喺 LLM 入面，注意力機制 attention mechanism 係一個核心組件，佢決定咗模型喺處理每個字詞嘅時候，應該將注意力集中喺 input sequence 嘅邊啲部分。而 attention logits 就係喺注意力計算過程入面產生嘅未經歸一化嘅分數。當呢啲 logits 嘅數值變得非常大嘅時候，就會發生爆炸 explosions 嘅現象，導致個 model training 唔穩定，甚至崩潰。想象一下，當模型喺判斷每個詞嘅重要性嘅時候，某啲詞嘅重要性分數突然失控飆升，就好似你睇一篇文章，突然有幾個字閃到你眼盲咁樣想正常運作都難啦。而 Muon Clip 就係通過引入一種叫 QK Clip 嘅技術嚟有效控制注意力 logits 嘅規模。佢喺每次 Muon Optimizer 更新啲 weights 之後，會直接對 query 同 key 投影嘅 weight matrix 進行重新縮放。呢個技術嘅優勢就係可以防止 logit explosions， 同時保持 task 嘅性能，實現平滑嘅 learning curve。我哋喺開頭提到 Kimi K2 雖然 total 有1T 嘅 param，但每次實際運算
只會 activate 32B 呢個激活參數 active params 嘅概念喺 MOE 入邊非常之重要。傳統嘅 LLM 無論 total params 有幾多，喺運算嘅時候，幾乎所有 params 都會被 activate。咁樣雖然能力強，但係運算成本同埋 delay 會非常高。而 Kimi K2 嘅呢一種 MOE 架構就好似一個團隊入邊有好多個專家，但每次接到任務都只會請最啱嗰幾個專家出嚟開會解決問題，而唔係成個團隊所有人都參加。哇！唔使係唔係都俾人捉去開啲唔關事嘅會，正啊！Kimi K2 嘅320億 active param 意味住佢喺保持萬億級模型潛力嘅同時，大大降低咗單次運算嘅計算消耗成本。呢個對企業同 developer 嚟講意義重大，因為佢可以提供強大嘅性能，同時保持相對較低嘅 API 定價，唔使玩完幾個鐘就破產。我哋可以見到，隨住我哋進入 agentic 嘅時代，LLM 嘅目標已經開始慢慢咁改變。佢哋唔再只係一個被動嘅知識庫，而係開始向具備自主思考、規劃同埋執行能力嘅 agent 方向發展。Kimi K2 嘅出現，正正體現咗呢一個趨勢。無論 Kimi K2 嘅能力完唔完美都好，但佢無疑係一個非常重要嘅開始。佢展示咗喺 LLM training 上面穩定性、效率同埋 agent 能力方面嘅巨大潛力。呢種自主解決問題同埋工具使用嘅能力，將會喺 AI 未來嘅應用入面扮演越嚟越重要嘅角色。不過截至今日 ，Kimi K2 雖然喺數學同埋推理能力方面都好出色，但佢目前仲係未有佢嘅 reasoning version 㗎。佢主打嘅係 agentic 同 dev 嘅工具用途。Kimi K2 嘅強項在於，佢作為一個強大嘅 developer 工具，喺 coding、debug、寫度，甚至係數據分析同內容創作方面都有出色嘅表現。佢係一個極佳嘅執行者同助手，尤其適合需要大量自動化同工具調用嘅場景。所以理解佢嘅定位，善用佢嘅優勢，先至可以將 Kimi K2 嘅潛力發揮到最大。好啦，今日就係咁多。如果我嘅資訊可以幫到你嘅話，記得幫我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睇喎，仲要記得 like、comment、subscribe。咁我哋下次見啦，拜拜。